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一起来欣赏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今天5月16号的中午12点钟，我们在南投县的南投国中为大家送上的是桌球赛事。当然，在今天呢，从5月16号到5月19，一连4天，我们在南投国中呢，都有精彩的比赛。也请观众朋友有机会能够到南投国中来帮这些身心障碍的选手们来加油打气。那今天的转播工作呢，将我李敏静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王李忠义以及台亚卫星的制播团队来为您服务。忠义你好，主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当然在这个桌球帕运的项目其实一直是台湾在国际舞台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包括在去年的亚帕运其实桌球就是最大的金库。去年亚帕运我们一口气是拿了3面的金牌，另外获得3面银牌以及4面铜牌包括过去在巴黎帕运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都有很好的成绩所以我们也透过在今年的全国身心障碍的国民运动会来帮大家介绍一下台湾究竟有哪些选手在今年的巴黎帕运呢即将要登场。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台南市的陈明志对上高雄市的林传佑。那当然陈明志呢就是我们台湾的帕运国手，今年也获得了参加帕拉奥运的资格。非常恭喜陈明志。但陈明志从上一届的东京我们就看过他的表现一直到近期在国际赛都有很好的成绩那陈明志呢目前是世界排名第2那在近期斯洛文尼亚的公开赛也拿下了金牌。好，我们看到陈明志现在先进行赛前的热身。他刚刚也提到在这个帕拉桌球项目一直是台湾的强项。那当然，刚刚也提到在去年的这个亚帕运呢是台湾的最大金库。那我们希望这个战绩呢可以持续到今年巴黎的帕运会上。对。像我们一开始在开播前的时候就收获到好消息就是陈明志选手已经获得今年巴黎帕运的参赛权。对。然后甚至在今年整个在国际赛事的表现也算是相当的亮眼。在回到国内的比赛过程中的时候，绝对是也会遇到一些想要冲击他的一些选手以及对手。所以就看说在回到了国内比赛过程中是否能够将国际舞台上习得的一些技术或者是一些调整的一个状态能够持续的发挥。对，那陈明志在去年的亚帕运也帮台湾拿了下了1面铜牌所以等于是在国际上的一个表现是非常稳定的。那当然除了陈明志之外，在今年的帕运包括了陈彦博这位年轻的这个台湾好手也帮台湾获取到了这个帕运的参赛资格。另外是资宇资宇在去年的亚帕运的个人是拿到了双金。那另外他的这个搭档小文田小文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些球员都在今年的帕运的舞台要代表台湾来出赛。没错。那之所以现在台湾帕运的选手会有那么亮眼的表现最主要现在整个帕总的运作，不管说是科学化的训练或者是技战术的一些分析模组，都做得非常的透彻。对。好，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即将要展开画面看到的就是陈明志，那画面下方的是来自高雄市的林传佑。发球失误，1-1。很像陈明志选手，他的反手发球不管说是长短的配合过程中，都是他诱导出下一拍进攻的一个特点。但是林传佑选手他持拍的方式有一面是颗粒所以擅长抵消旋转所以我相信在第一板的回接发球应该命中率会非常的高。就看陈明志在发完球后续的准备要如何去做一个呈现。一个反手的加压。对。那刚刚忠义也提到在这几年台湾的帕运的项目或者是选手的表现是这个越来越好。那当然也提到帕总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当然体育署在这一次包括署长郑世忠也特别
交代，要给这些我们即将要出国为国争光的这些帕运的选手最好的这个待遇，没错，包括随行的人员啊，不管是饮食健康的照顾呢，都要全部到位。对，甚至防护员啊，或者是监控饮食，或者是监控一些技术的发展的人员，真的都算是非常的完善。对，所以等于不能让选手是单打独斗，而是要有一个团队来好好照顾选手。那带着选手前往这个法国巴黎。哦，这球掉得不错。目前比分来到6-2。所以像这球也是陈明志发球的一个特色，利用反手发球，但是在触球的瞬间会改变了自己的拍型。那陈明志在这个斯洛维尼亚的公开赛呢，他最终是击败了帕运的铜牌选手，所以等于是近况也维持得相当不错。那我们希望能够陈明志透过这最后的这个大概2-3个月的准备调整期能够来到帕运的舞台是最好的巅峰了。反手发球，一样持续锁定林传佑选手的反拍位。左侧旋，哇，逮到机会也直接加压了。那在第一局来到的局点，哇，这球反旋转。前面提到林传佑选手是用颗粒持拍，对，基本上都可以有效的抵消对方的旋转，所以发完球的后续的衔接可能旋转在这做个准备。可惜这个反手的发力并没有上台，所以在第一局呢，最终是由陈明志以11-4收下，目前战是1-0领先的林传佑。好，那我们看到比赛来到第2局，那陈明志来到画面下方，画面上方就是林传佑。好，那在第2局的第一拍呢，双方有比较多来回不过最终还是被陈明志的正手掌握，打了一个斜线。透过这2分的回合看得出来，透过第一局比赛结束以后跟教练的讨论，现在不断的去突破陈明志的中路追身，让他在中路追身在正反拍运用的时候有点迟疑的状况，他诱导出他的失误。是。那但在画面上我们看到这是 MS5 级那1到5的这个分级的话是属于轮椅组的部分6到10的是站立组的部分但数字越小，代表选手们在这个身体的不方便的程度是越大。对。正拍的进攻，可惜这球还是打成了界外。那现在比是4-3，双方接近1分的差距。对，面对
长颗粒的这种特性打法哦，就如同像是背弓式的回击哦，因为你把球上旋了过去，回来的旋转一定是做颠倒或做相反，所以在个人的面对过程中，就可能一推一切的节奏跟一些规律要把它掌握好。反手长球不过陈明志的反手还是挡得相当的确实。角度的调动。所以对于陈明志来讲这种左右的调动不管是长短的运用，目前为止还是占了一点优势。连续2拍，最后一个选择都是往对方的正手位去做调动。对，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球落台之后，这个旋转往外旋确实让陈明志的对手传右在掌握度上面会比较辛苦这个发球拿下了分数，目前4-9。好，反拍又出界，连拿2分回来。对，随着第2局中段开始，我们看得出来，传右选手他在发球的时候开始有用他的平面去做发球的旋转改变。好，不过这一次的接发球出界之后呢，陈明志在第2局也率先来到了局点10-5。好，失了发球，所以在第2局11-5，还是由陈明志拿了下来。目前在这一场比赛呢，2-0领先来自高雄的林传佑。好，这场 MS5的男子的预赛部分，我们看到来到第3局，前2局呢都是由陈明志顺利的收下。当然，陈明志目前的世界排名是高居第2，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坚强。哇，这个正手还是掌握的相当不错。直接走直线拿下了分数。这手连续进攻，哇，这个调打没有完成，可惜传佑自己都觉得这一下没有把握住。对，前面2拍防守的特别精彩但最后1拍原本可以掌握的机会球。那现在比数形成的4-0。这个反手的接球还是出了界外。那陈明志在第3局是连拿了5分。那这样的发球还是造成林传佑的困扰。前1拍发球触网重发。对，像我们在转播前的时候就有提到说，陈明志他的反手发球是他的一个特点，总是能够利用他自己反手发球的特色，诱导出下一拍的进攻。哇，这一拍林传佑把球的线路控制得非常短，去做一个前后的调动。现在比分来到7-1。
好，这球没进。反手发球左侧旋，对，哇，陈明志啊，利用他非常多变的发球，对，来控制一开始的主动权。你看在发球触球的瞬间，手腕的运用，像真的是非常的出色。手腕手指的变化，哇，发球自杀。从第2局中段，林传佑就开始有改变自己发球的旋转，利用自己平面的特性去做扰乱哦。但是在到了第3局，陈明志反而是用正拍更是锁定了林传佑的直线位置。对，哇，所以刚刚又是一个正手的加压得分之后，来到了10-2，也出现了本场比赛的赛末点。好，所以还是利用发球拿下的分数，在这场比赛最终，陈明志呢是连拿了3局。以3-0击败来自高雄的林传佑，也恭喜来自台南市的陈明志，在这场比赛的非常优异的表现呢，拿下比赛胜利。那也预祝陈明志在接下来7月份的这个帕运有更精彩的演出。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现场。
好，欢迎您再回到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现场。在今天5月16号的中午12点30分呢，我们持续在南投国中为大家送上的是桌球的项目。那这场比赛将是由来自台北市的谢宗颖来面对高雄市的陈英水。两位选手在上一届的成绩，谢宗颖呢在111年的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呢，最后是获得并列第5名的不错的成绩。这是 MS9， 那来到了这个级别的部分呢，就是站立组。站立组那分级是9级的话呢，就表示他们在这个身体不方便的程度没有那么样的严重了。两位选手进行赛前的热身。他刚刚也提到啊，在这一次的巴黎帕运，台湾已经有4位选手获得了参赛的资格。我们希望在这2天的转播，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先透过我们的镜头来看看，紧接着要代表台湾去参加巴黎帕运的这些选手的风采。没错，刚刚我们已经先看到了陈明志了，确实陈明志刚刚我们也提到，在刚落幕的斯洛维尼亚的公开赛，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击败奥运的这个铜牌的选手，最后是拿下了单打的金牌。在画面下方的谢宗颖选手，他是进入到文化大学的训练之后，在整体的技术表现也有效的，甚至更明显的提升。是在3月份的义光杯国洲选拔赛上，他也获得了单打银牌跟双打的铜牌佳绩。所以在主播您刚刚提及的，在111年的时候获得单打的并列第5，但我相信他整体的提升下来之后，这次应该是非常有信心去做一个冲击了。哇，经过2年的这个磨练、成长、经验，我想对于宗颖选手来讲，在今年应该是信心满满了。对，要突破上一届的成绩，甚至希望能够拿到更漂亮颜色的奖牌啊。这球被陈奕雪的正手逮到，直接走一个斜线。反手起板之后，下一拍找到完全可以进攻的一个空间。这个衔接做得相当好。反手的发力，对，一点点小冒高目前比分1-2。哇，正手起板之后，下一拍反手的衔接没有掌握住。透过这几分，感觉出来陈英水的正拍攻击是他主要的一个手段了。是，反手多数会以控制跟调动对手为主。目前来到4-1，但是对谢宗颖的发球没过，2-4。虽然这一球正手挂住之后被陈英水逮到机会。好球，反手的摩擦起板。因为毕竟还是跟着传统的学校在一起训练所以等于说进攻的模式相较之下也比较接近现在的趋势打法。哇，进攻，这个机会球打丢了。这个正手打出界，那双方又回到1分的差距。哇，这球发得太甜，想发一个底线长球突击但是旋转速度比较可惜。双方平手了，5-5。可惜陈英水的反手还是挂网。这边谢宗颖也吃一颗发球，6-6。弹网出界。
对，其实这一分陈银水也比较可惜哦，因为发怪的旋转应该是自己可以有效掌握的。正手的摩擦，自己也非常懊恼。好球！反手逮到机会啊，直接发力啊，走斜线。对，直接攻击对手的两侧最远端的距离，一样发一个逆侧旋。对，其实这几球陈银水打得非常的漂亮哦，尽量避免重复落点，不断的让对手跑动跟调动。而且谢宗颖的这一球出界之后呢，反倒被陈银水将分数给反超了，现在形成8比9。可惜陈银水这个反手想要直接加压，但是打向了网袋。看看谁先拿到了局点。陈银水反手又弹网没进。谢宗颖有一个局点的机会，9比10。最后连续3拍都是反拍的失误。对，那反倒从8比9落后的情况之下，谢宗颖连拿了3分，最终以11比9抢下第一局，目前暂时1比0领先了陈银水。好，再欢迎回到 MS9 级的男子单打。那在第一局，谢宗颖在8比9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3分，那最后抢下第一局1比0暂时领先。来看第二局，谢宗颖是在画面的上方，陈银水在画面的下方。衔接的第二拍的正手没有掌握。在第一局的后面的时候，很明显全部是主要是攻击陈银水的反拍位哦。所以我相信，刚刚透过跟教练讨论，后续绝对不断的盯着陈银水的反手进攻，多拍相持。同样又是自己打丢了。在第一局其实谢宗颖就有出现这样的状况，这种机会球没有办法掌握。对，形成他在第一局原本是稳稳领先，到最后落后，很惊险的逆转拿下来。那第二局一开始又先掉了2分，掉第3分了。反手的加压，最后都没有掌握住。这4分的失误里面，有3分都是最后的决定权，下手那一刻自己的失误产生给高了，这边陈银水也是没把握住啊。4比1，发球失误。想发逆侧旋，但是似乎在发球自己节奏没有抓好。好，这是谢宗颖的反手就掌握到了。这球发完球之后的还原准备似乎有点太慢了。发完以后，球可能已经被对手的压迫住，没有办法有效的把球或者是动作延展。今天确实转播的过程中看到陈银水的正拍，其实攻击蛮有威胁性的。还是利用正拍的加压拿下的分数如同钟毅说的，在今天陈银水的一个拿手的武器就是他的正拍发力。这个突袭式的发球拿下了分数。4比7，再一个。
好球，这个正手有拉近。出手的最后一下跟前面不同的是，不强求去发力，显示加强他的旋转跟弧线。好，我们看到谢仲颖在第2局的中段之后呢，也提高他的进球率哦，那分数慢慢追上来了，双方现在1分的差距，再摆。追平了，7比7。反手长球掌握好，对，在中段开始的时候，确实先是提高自己的命中率哦，就没有说像前面开局一样，像强求的想要去发力。哇！结果陈英水在接球的时候呢，就想要一拍打死对手，反而造成失误。7比9，擦网重发。连续2分都被陈英水给掌握住。哇，又来到关键时刻，9比9了。对，持续的透过自己的发球的变化去突袭陈英水的反拍位，这是陈英水要耐下性子啊，多周旋几板。还是锁住陈英水的反手啊，最后拿下分数。陈英中以第2局依旧是1比9拿下，目前2比0领先了对手。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双方来到第3局，那连续2局对于陈英水来讲都非常可惜啊，那都是以2分之差9比11落败。这手短球，现在也非常聪明，他知道透过第2局的整个的走势哦，对方一定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反拍。所以谢宗颖在开局的时候就先做对方一个意志上的一个牵制跟配合，反过来去攻击他可能注意力没有去准备的正手背短球。这时候陈英水也喊出了暂停。在第1局局末拥有最接近局末点的一个掌握度，跟第2局整个大幅度的领先，在中盘被逆转哦，对陈英水来说，可能现在在心态上的调试是更为重要的，感觉有点着急。前2局都有机会，如果说他在前2局当中几个机会球把握住的话，也许现在2比0的是他。对，所以第3局很明显，在开局的时候就显得有点着急，有点乱哦。所以赶快喊出暂停，重新调整自己的作战方针。摩擦，谢宗颖方面也是在第2局可能有一些非受迫性失误的产生哦，所以现在在进攻的同时，就增加自己手上的摩擦跟弧线。
这次谢宗颖的反手没有掌握好，目前比分2-4。这手过渡一板，弹网出界之后2-5。对，这就跟第2局的后半段就有点雷同哦，甚至跟第1局有点相似。就是想要取分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去攻击陈英水的左侧，也就是他的反手位。中路追身，哇，最后一拍没有掌握好。哇，连续2板的正手，谢宗颖掌握的非常的不错，目前来到了5分差了，3-8。是发球，8-4。对，这几分反拍的处理哦，就显得有点太着急了，可能球体的弹跳还不是最好的甜蜜点。这个冒高球被谢宗颖掌握住。这球也是一样，想要加高自己的弧线跟摩擦，但陈英水这边也非常聪明，把发球的旋转以不转的为主。对，还是2个不转的旋转。对，结果连续2个接发球，谢宗颖都没有处理好，现在形成了9-7。发长的，这一个正手出界之后，剩下1分差了，连续3局，两边的分数都非常的焦灼。再往前推，哇，这球的多拍攻防转换，最后一个反而是让谢宗颖抓到一个反手加力的机会。对，同时逼出了2个赛末点。这个一左一右角度拉开来，最终谢宗颖还是在第3局以11-8收下，最后是3-0击败了陈英水，也恭喜谢宗颖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
后之手机有遗失的，请在服务台证明。
好，欢迎再回到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现场。那紧接为大家送上的是女子组的赛事。那这场比赛呢，将是由来自台东县的林英颖面对来自桃园市的廖敏秀。啊，这是在 WS4 的比赛。那林英颖呢是上一届111年的亚军，银牌选手。好，两位选手进行赛前的热身。那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来自桃园市的廖敏秀对上来自台东县的林燕颖。双方再次做下适应跟练习。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比赛前，我们看到双方都会检查，甚至看一下对方的武器使用的胶面。因为我们如果有在关注，就是身上桌球运动的话，都会感觉出来，因为他们在坐在轮椅上的时候，动作幅度比较小，对，所以等于说很长，就是会在反手拍的部分去贴抑制性的胶皮，就颗粒性质的去做一个扰乱。是。那这一球燕颖的反手挂网，让敏秀拿下了第1分。这个反手啊，角度带开来，双方来到了2比1。哇，这是擦边了。还是持续找到机会，适当的去攻击对手最空档的地方，去打他的 open call。在第1局的时候，也是不断的尝试自己的一些发球，去不断的做变化，去做一下试探，还是在正手位短球的位置。是。突然发一个长球，不过被林燕颖啊。还是顺利的掌握。哇，连续这5分都是攻击对手的正拍。哦，连拿6分了。哇，这确实在适当的范围内都会透过自己拍型的变化去攻击到对方的最远侧的距离。哦，这球弹网出界，那也让廖敏秀拿下了第3分。这球出界之后，也调整一下自己的距离，
刚刚似乎也觉得自己离桌面有点靠得太近，没有空间去做摩擦。跳短球，哇，这个发球很有技巧啊！好，那已经来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那廖敏秀回击出界之后呢，最终林彦以11-4收下了第一局，目前战是1-0领先了对手。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双方来到了第二局，林彦颖在画面的下方，廖敏秀在画面的下方。另外，在场边其实也看得到彦颖的先生陈明志也在场边担任教练。没错，刚好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有转播到陈明志对，然后也感觉出来他的发球是他的特色，也是我们转播提及到的。在第一局的过程中，确实在林彦颖自己的发球权上，等于说得分率真的算是非常高效的一个表现。好，发球拿下分数，目前3-1。这一个打向廖敏秀的反手位呢，持续的得分。所以这球发球完，下一拍想要直接做加压，打向了界外，5-1。对，你看林彦颖在发球的时候，很少会在2个发球权上发同样的或者是重复的旋转跟线路，不断的去做变化，让对手去掌握不到他的一个惯性。对而且面对廖敏秀发来的球啊，如果稍微冒高啊，就直接采取进攻了。那再把这个角度给带开来，9-1了，在第二局。好，林彦颖的发力挂网，这球挥空了。可惜刚刚这个长球啊，确实有破坏到了廖敏秀的接发。这边同样也是偷一个长的。对，毕竟还是有领先的一个幅度所以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再去熟练一下自己的手感，所以尝试一下自己一些更多发力的选择。哇，这球廖敏秀非常的漂亮，似乎已经开始找到一个自己能够有效提高自己命中率的一个拍型。加压一板没有过。好，那在第二局还是由林彦颖率先来到了局点，目前10-5。没有问题。这一次的反手打斜线，还是顺利的收下了分数。在第二局，林彦颖11-6收下，目前2-0领先了廖敏秀。
好，那这一场女子单打的 WS4级的比赛呢，双方来到第3局，那前2局都是由林彦颖顺利的收下，不过在第3局廖敏秀率先拿下了第1分。如果廖敏秀能够更适应林彦颖的发球，哇，才刚讲完这个突袭式的长球，又直接拿下了分数。所以在桌球的项目啊，这个发球接发真的已经先决定了一半。没错，因为发球是比赛的开端，也是唯一一项不受对手限制的一项技术哦。所以，尤其是在肾脏运动的话，你有个不错或者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发球表现，真的是能够占据比赛胜利的一半的。喊出了暂停。对，在这几分，确实今天的整体表现，林彦颖在落点上的控制跟调动，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你看他虽然没有打得很凶，球速没有打得很快，但是他的落点那个精准度真的很高。对，有时候，如果你为了要打快，力量加大，那没有进球，其实也是无效，也是没有用的。对，所以你还不如提高命中率，那控制自己的落点，那甚至在旋转上的变化，让对手迷惑，也许得分的效率会更好。好，画面上看到就是陈明志跟林彦颖，这一对夫妻档。明志当然，要连续这2届呢，都代表台湾去参加帕运，包括在上一届他也拿下了上一届的亚帕运，他也帮台湾拿下了铜牌。好，暂停回来4-1，还是由林彦颖来发球。好，暂停回来，廖炳秀拿下了分数，2-4。啊，这个发球失误可惜。上一拍发反手底线没有自己形成了失误，现在改变了中路追身。哇，角度带开来了，还是持续的再去打点呢。所以把这个位置控得好，尤其在轮椅的部分哦，对，这位置控够短，角度够偏，其实这个得分的效率会更好。这时候可能要改变一下发球的策略。没错，改换正手发球。前面的反手发球到反手底线，很多都是自杀，要不然就是形成彦颖直接发力的机会。在第3局，目前比分来到了8-5，还是林彦颖的发球。又是一个这个长球发在对方的反手。6-9，廖敏秀还有一个发球。哇，这个高球逮到。那现在林彦颖已经来到了赛末点，4个机会。同样的发球方式很有用，持续用，拿下了关键的分数，11-6，收下了第3局。恭喜林彦颖3-0击败了廖敏秀，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那这边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桌球的现场。
好，欢迎你再回到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现场。那紧接着为大家送上的是 MS8 的组别，那是由来自嘉义市的李承言对上来自桃园市的连崇庆。那在111年的全国身心障碍的运动会呢，连崇庆当时是拿下了第3名，获得铜牌。好，选手即将热身完毕。当然在身心障碍运动会的部分呢，选手都要经过专业医师的检测进行分级之后才来这个判定说你是参加哪一个级别。没错。好，比赛正式开始。好，连崇庆第一个正手掌握。对，确实这一场的比赛过程中，连崇庆也是有一面是用抑制性的胶皮。哦哈。巧克力做旋转的干扰。所以一般我们在看这个，不管是这个 WTT 的巡回赛，其实长科的选手并不多哈。对。长颗粒的并不多，甚至跟削球选手是有点雷同，就是算是极少数特殊的对特殊的选择。那也是在爆冷的过程中最有几率去突破的，对，因为大家比较不适应。对，在正宗的训练对手中，或者是自己同队的一些队友，基本上也很少会有这种的打法产生，去做练习哦。所以常常这种抑制性胶皮的过程中，就可以去制造一些比较出其不意的胜利。对，就像是在那个在去年的杭州亚运，像是印度的组合，没错，也是击败了跟王艺迪中国组合。对对，然后在今年的世界锦标赛团体方面的话，连球后孙颖莎也是落败给抑制性胶皮的选手。没错。这种打长科这种 NT 的这种胶皮确实对于一般的桌球选手来说会比较难以适应。对。好球，最后一拍李承言的中路追身的进攻。李承言也确实在过程中不断的改变，甚至放慢自己的节奏，先行去适应一些连崇庆过去的一些球种。这球发球直接擦边哦。好，所以在第一局现在来到局点，目前10比4。李承言的接发。好，这球出界之后呢，11比4，这球连崇庆顺利的收下第一局，目前暂时1比0领先的李承言。
好，来看到第2局，由画面下方的李承彦率先来发球。发球失误，回到连重庆的发球2比0。哇，一个攻击弹过去了。这球除了攻击之外，还是有点带点 lucky ball 的成分产生。对，没错，它是弹网进的。发球失误，第一跳的落点没有掌握好。太靠近网子，所以没有办法有效的去穿越台面。可惜这一个正拍的发力反而打向了网袋。对，就像我们面对长颗粒的选手就一开始有提及到说，你的回击方式就要有点背攻式的感觉。你上旋的过去，对方回来的旋转是相反的。对，所以刚刚上一拍的时候，你即使把球推过去，或者是加压过去的话，你就要心理准备，即使对方回球弧线很高，看似机会球，但是它是带下旋的过来的。OK。好球，这个反手掌握住了。目前比分3比6。这个反手的推发生了挂网失误。侧旋，这时候也改变用平面去做发球的选择。在第2局的时候，我们看到像连重庆他想要去做尝试加压或者是制造威胁性的时候，他反手就跟这球一样，想要去做撞击往前去加速度的时候，确实有点失误，跟非说不性失误的产生。当他想要追分的时候，就稳稳的去突破李承彦的正拍正手位。目前来到了5个局点了，重庆可惜李承彦的反手还是没有办法把这球给打进。在第2局是1比5，连重庆拿下。那本场比赛已经是2比0，来到听牌的局面。好，来看第3局，将是由连重庆率先来发球。对，我相信连重庆他可以借由自己领先2局的优势，然后在第3局的时候会产生更强烈的一些进攻。对，哇，果然连续2分都是强势的正拍加压。这球
李承言判断出了旋转，也适当的去在自己的反手位置增加自己的威胁性。李重庆不断在发球上面做出变化。果然又是利用发球直接拿下了分数。接发出界，2比5。正手还是力道大。对，这球更可能的是李承言确实有效破坏掉连重庆他的重心站位哦。你看他出手最后一下的时候有点勉强。哇，这球选择闪身进攻。又是一个接发球，直接喷掉。那现在形成3比7。发球失误，可惜了，8比4。突破正手，哇，这球接触到球的时候有点走球的侧步。所以球的时候到桌面上有点向外去做延展。李承言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打向界外。很快的来到比赛的赛末点了。没有问题，在第一个赛末点呢，连重庆就顺利的收下，那最终还是以3比0击败了李承言，也顺利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连重庆。那这边也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下一场比赛的现场。
好，欢迎再回到113年全障运的现场。那在桌球项目呢，持续为大家送上的是 MS3。那今天这场比赛将是由台北市的宋金龙来遇上台东县的邱凯伦。那两位选手呢，在上届113年的全障运呢，是在这个项目并列第5名。好，我们看到在这个所谓帕拉运动会或者是这些所谓身障的运动会，都会看到选手在赛前要先固定因为每个选手他不方便的位置不太一样，那可能要透过一些辅具的帮忙，能够让他们在球技上能有更稳定的发挥。对，就像前面我们转播过程中有提到的，像1到5级的话就是轮椅组，对，然后6到10就是站立组。那如果说数值越小，就代表说他的受伤程度就越严重。然后代表说，当我们现在在转播过程中是 MS3级，就等于说他们在受伤或者不方便的程度来说，那可能就会更间接的或者是直接的影响到他运动的表现。确实所以数字越小，那对于他们来讲，就会比较辛苦。对。还是再次确认一下双方使用的胶皮。好，两边热身完毕，那这场比赛正式展开。邱凯伦马上利用发球抢下了本场比赛的第1分。但是发球失误，对，分数放回去了。邱金龙没有掌握好。对，从我们在这场比赛练习的时候，加上这4分的来回看得出来，宋金龙他的打法风格是比较偏向是展现一些不同的击球部位，去打一些技巧的球种。
跟前面转播的赛事就不太一样。前面的赛事的话，很多都是透过自己的主动进攻或者是弱点的控制。这次宋金龙反手这一个回击把角度带开来，拿下了分数2-4。这球邱凯伦回击过去的弹道，球池弹跳，刚好也顺势的压制到了宋金龙，让宋金龙在回击的时候没有办法把动作给延展出来。这球可惜了。比分是6-2。这个发球角度带开，直接拿下分数。又是发球得分。结果是触网重发，哇，一个吊高球。对，像是打这种技巧性的选手所以对于当天手上的感觉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吃状态在第一局已经稍微被拉开来了，邱凯伦来到10-2的局点。把长球底线的压制。现在宋金龙要赶快找到自己的手上感觉。99-3，正牌的失误。还是没有问题，最后是邱凯伦顺利的收下第11分那以11-3先抢下第一局，目前暂时1-0领先了宋金龙。好，比赛来到第2局，宋凯伦来到画面的上方，宋金龙在画面的下方。由宋金龙先来发球，回击出界，宋金龙抢下第1分。你看，我们也看到，确实来到了 MS3级那像宋金龙，他整个击球的时候确实不变性就非常的明显。他在抛球的时候也只能透过自己的拳头的那个拳眼的部分去把球给支撑住。像我们转播到这种身心障碍的比赛，真的不管说他们的身体有受到多大的限制，但对于桌球运动的热情都还是一样有很大的一个参与度跟一个算是想要把自己有个显著表现的一个体现。正手多等一拍，想要到台外做个勾一个对角的动作。刚刚钟宇也提到这些选手虽然
身体比较不方便了。不过他们展现对于运动的热情了，不管是在今天我们转播的桌球项目，或者是接下来为大家可能还会送上许多的比赛啊，包括在田径啊，或者是保龄球啊、羽球啊，这些项目，我想各式的运动都可以帮助这些可能身体比较不方便的朋友，在这个生活上找到另外一个重心。没错。邱凯伦他不管说是在自己的正拍或者是反拍，都把球压得非常的近于底线，去压制宋金龙的底线位置，让他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把动作舒展出来，等于说是用底线压制跟弹道的方式去强行取分。那一样，这球想要把球打得非常深，对，但是这个长球反而是发出界了。发球再拿1分，4比5喽。哇，这一球想说宋金龙已经有效的把球的旋转跟他的节奏做一个改变了，但邱凯伦还是非常的稳定，非常耐心的去观察对手的站位，去做攻击。这球进了，吊高球。对，但是这个反手没有办法拍面往下压，直接出了界外。6比5。还是靠着发球发长的拿下的分数。吊高球，这确实有效的去做一个技巧性的回击。在第二局也看得出来，宋金龙的手上的感觉似乎慢慢找到自己最熟悉的一个回击模式了。可惜这一球低了一点点挂网。目前比分8比6，2分的差距。邱凯伦吊高球，可惜还差了一点点。没有办法完成擦边了。这个回发球直接带到了界外，10比6。那现在邱凯伦在第2局有4个局点。还有一个发球分，宋金龙。哇，还是选择吊高球。对，而且是在比较边边角角的位置哦。对，先发一个具有速度性的底线压制，之后借着对方来球的力道，然后刚好顺势抵消掉了旋转跟力量，形成一个吊高球的一个限制。再一个反而是邱凯伦打到了最后的空档。是。那也顺利的收下第11分在11比8收下第2局之后呢，目前已经是2比0，取得绝对的优势。
好，来到第3局，结果这球宋金龙的反手还是打偏，看邱凯伦再发，直接得分。对，今天在过程中，邱凯伦适当的在配套措施方面，针对宋金龙的正手去做牵制，都做的效率蛮有用的，就算是一个不错，甚至有一个很高的得分率。这发球。这球自己也非常清楚，去突袭宋金龙的正手位，但下一拍想要做补板的时候，自己的拍面没有控制好。3-2，再看邱凯伦的发球，还是往正手位去。这球没有进。对，其实，在上一局的时候，确实宋金龙有效在把球给吊高，或者是做一个类似机会球的诱导，确实也是可以诱导出一些邱凯伦的非受迫性失误哦。对，还是一个吊高球。可惜刚刚这一球发生了跨网失误。这个反拍还是没有办法回应。目前5-3，邱凯伦的发球。发球直接得分，还是往宋金龙的正手位。还是正手。对，还是拿下分数。对。从前面的部分想要透过比较长底线的压制，用弹道速度去压制宋金龙，到后面第3局的时候，又找到 Plan B 的方针去调动宋金龙的正手空档。等于说今天确实邱凯伦在比赛过程中的应变能力跟应变的速度也算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看宋金龙要如何尽快解决。对，2分的发球都奏效。这个长球顺利的拿下，7-5，回到邱凯伦的发球。又是吊高球，没差一点。你看，如果说真的是动手感型、技巧型的选手那如果说这种的回球方式都让他有很高的命中率的话，那真的也很可怕。基本上只要过去的话都很致命。没错，因为以轮椅组的选手来说，在那个位置就是他们受到限制的范围。对。就像这个样。对，但是邱凯伦手够长啊。还是把球给碰回去，同时收下了分数，目前已经来到了赛末点。好，没有问题。邱凯伦在第一个赛末点呢，就顺利拿下第3局11-5，最终3-0击败了宋希龙，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非常恭喜邱凯伦。那我们再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
现在在第7筹台这场比赛的新北市陈国燕选手取得巴黎帕运陈国。从小跟着姐姐是桌球，在广福国小王教练、海山中学魏君达教练的指导下，成为杰出优秀的帕拉桌球好手。我们用掌声来祝福陈国燕选手在巴黎帕运上能够奋起一搏，为国争光。好，欢迎再回到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现场。那紧接着为大家送上的比赛呢，是由新北市的陈柏彦对上台北市的周哲明。那陈柏彦相信喜爱桌球的观众朋友就非常清楚，在去年的亚帕运，在未满17岁的年纪了，帮台湾拿下了金牌。那今年呢，当然柏彦也获得了参加巴黎帕运的资格，所以他会以未满18岁的年纪前去挑战巴黎帕运。那我们也希望今年呢，柏彦同样有非常好的成绩。那当然，目前柏彦呢在这个项目的世界排名还是高居在前2名。所以以他现在的实力跟状态啊，在今年的帕运呢，我们真的很期待能够帮台湾呢拿下一面的奖牌。没错，目前就读海山高中的陈柏彦，他除了在去年杭州亚帕运的过程中获得了男子单打金牌，在今年整体在帕拉桌球运动的一些各国的单项巡回赛方面也有不错亮眼的成绩表现。是的，然后甚至在全中运上也帮助海山高中的团队也获得了团体赛的铜牌哦。那在刚落幕的斯洛维尼亚公开赛，他跟这个静轩也在22级的混双拿下了银牌所以不管是在单打或是混双的部分呢，柏彦呢都表现非常非常的亮眼。好，画面上看到的是2位选手进行赛前的最后热身。柏彦跟哲明要在这个 MS11 的部分来进行比赛，但在身心障碍的分类部分呢，11就是属于心智障碍的选手。那陈柏彦呢，在2023年除了获得亚帕运的金牌之外呢，另外他在意大利公开赛也获得了金牌，在日本公开赛的混双获得了铜牌。那另外在去年的新北帕拉桌球公开赛，他也在男单获得了金牌。另外在台中的帕拉桌球公开赛也获得了金牌所以等于是他这2年的表现是很少整个国内的赛事甚至在国际赛都有很亮眼的演出。没错，等于说这确实是在我国帕拉运动过程中，在今年2024的巴黎帕运上是一个多排重点人物所以在比赛一开始先声夺人了，今年拿了3分这一个正手没有拉近了。目前3比1。当然在这个分级11级的部分呢，在运动能力绝对跟一般的选手没有太大的差异。那最主要还是希望在教练在带领沟通上面，要给这样的选手多一点耐心。没错。
对这几分的发球的落点的选择哦，对博彦来说可能没有办法造成他太大的威胁，所以等于说在周哲明方面的话，自己发球的选择可能要先以短球为主。对你发的太长，其实好像他就是直接好像练习这样就拉回来了。对，所以可能要先以短球为主，先自己找机会去取得起板进攻的机会。来看一下周哲明的发球，还是发的偏长了。好，所以对于博彦来讲没有问题在第一局是以比较大的分差拿下，目前暂时1-0领先了周哲明。好，欢迎再回来。那我们看到来到第二局，博彦在画面的下方，哲明在画面的上方。那在去年的亚帕运呢，博彦在最后的金牌战呢，其实也是摧枯拉朽3-0直接击败日本的对手。那而且日本的这个选手主手是2014年的这个亚帕运的金牌。那面对到博彦呢，在去年的这个决赛最后金牌战，博彦是3-0击败了这个前亚帕运的金牌。所以博彦呢这2年的成长，包括我们刚刚提到他的国际赛的赛事包括在台湾所举办的一些公开赛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真金多银没错。从2022年开始正式命名为中华帕拉林匹克总会然后透过协会的一些更新跟一些人员的调动，确实在这几年对一些帕拉运动选手有很大的照顾跟支持。反手摩擦，对博彦现在面对德明反拍长颗粒抑制性特性的胶皮也能够有效快速的去掌握。是刚刚这边想要利用这个正手的大板可惜没有打进。走直线过渡一板，连续的进掰。整排这连续的进攻，我们也看到哲明确实也有试图的去寻找更多自己能够进攻的机会。没错，而且至少跟博彦希望能够多拉几拍，对多一些来回。我想对于哲明来讲，你说要赢也许这个难度太高，但是能够跟实力好的选手多一些交流，或者是有些多一些对抗，对，有一些经验上的成长，我想对于哲明来讲，这是他需要的。好，在第二局依旧是由博彦拿下来很快的连拉2局2-0，现在已经处于听牌的位置了。好，这场 MS11级的男单来到第3局，由博彦持续来发球拿下第1分。这个突袭的长球连拿2分。连下了4分那对于博彦来讲，他在
上一届的全上运111年呢就已经拿下了金牌，那这一届对他来讲，当然在金牌是唯一的目标。以他目前的实力来讲，在国内这个项目到现在应该是没有太实力抗衡的选手啊。这一球还是让博彦拉上台，7-1。来看博彦的发球，哇，博彦啊，整个球台完全照顾到了。没错，今天泽明也算是运气不好。对，其实他打的位置有时候蛮刁钻的，但是博彦都有办法。已经尝试做发球的改变跟进攻的一些使用率了，但博彦今天的状态真的也是非常的出色。对，哇，调整的非常好，希望博彦呢，持续以这样高档的一个状态呢，当然，首先能够在今年的全障运拿下了金牌，接着就是目标前往巴黎的帕运啊。那我们也祝福博彦在今年的巴黎帕运上面有更精彩的演出。那这场比赛同样博彦也是3-0击败了对手，顺利晋级。
成绩报告：青藏混双预赛美主厨2名进入决赛。A 冠台北市张怡君、杨荣洲；A 亚台南市林群兰、严美纯；B 冠台北市郭丽倩、陈丽倩、郭瑞恩；D 亚台中市陈千飞、朱哲瑞。恭喜进入决赛的选手。决赛的树状图，我们现在已经张贴在成绩公布栏，选手可以去参阅。好，欢迎再回到113年全障运的现场。那这场桌球的 MS4 的比赛将是由来自嘉义市的王仁辉对上来自台南市的周伟煌。在今年的这个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在桌球项目，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台湾即将要出发前往巴黎参加帕运的选手，包括我们在这个转播桌，在上午也看到了陈明志，刚刚看到了博彦，另外这个资宇在刚才也接受了颁奖，所以这几位即将代表台湾前往巴黎的选手，在今年的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的表现还是相当的突出啊。没错。那在今年目前将有4位这个帕运的桌球选手要前往巴黎，除了刚刚我们提到，包括博彦，包括了陈明志，还有这个资宇之外，另外还有田晓文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帕运桌球的选手。对，在帕运运动里面桌球这个项目，在整个台湾的帕种来说，真的是一个多拍重点热门的一个项目选择。尤其是上一届的亚帕运3面金牌，我觉得这个表现太好了。双方在做最后的热身，一样在反拍的位置是贴长颗粒的抑制性胶皮，然后这场比赛刚好是一左一右的对抗，我相信会更多的善用自己的反拍去牵制对手的正手位，也就是自己的斜对角的位置。踢球发球得分，再一个结果周伟煌的正手挂网2-0。哇，这球就是一开始讲到的，会善用自己的反拍攻击对手的正拍位。但是这个发球发生失误
哦，这个突袭的长球啊，对，刚好被周伟航逮到。上一颗的发球的突袭被抓到以后，马上改变发球的旋转，也算是变化的非常的及时。正手高吊，这个反手的加压还是形成了失误，目前6-2。啊，这个判断旋转接喷了。啊，同样的位置，连续2个，选择的是一个左侧旋的旋转。哇，一个高吊，最后一个弹跳刚好压制到了桌子的底线。打得够长够深哦。有改变的发球旋转，哇，这球发得太急，想要把旋转发得更转，但自己的力量没有收住，回到了平球。好，这个反拍过网之后呢，已经来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还有吗？还有。再救一个，哇，双方互摆短的情况之下，最终还是由王仁辉收下了分数，11-4抢下第一局，暂时1-0领先了对手。好，这场王仁辉跟周伟航的比赛，双方来到了第2局。王仁辉在画面的下方，周伟航的发球，拿下了第1分。对，开局的第1分，马上很大胆的去攻击对手的正手位。哇，第2分比较可惜，发完之后下一拍反手衔接没有掌握好。在第1局的时候，确实是王仁辉在自己发球的变换上，给周伟航带来了很大的威胁跟麻烦。对，但是他偶有就是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发球想要再加转，对，想要加得更转，反而没有上台，跳高。还是利用发球拿下了分数。哦，这球勾回来还有，打得非常有耐心，即使感觉时间快掌握不到的时候，还可以放慢下来观察对手的重心跟弱点，去把球勾起来。哇，现在双方讨论一下自己发球的轮次。这个反手的加压可惜，打在了网袋上，这是个机会球。弹在了网袋边没过，还是发反手长球，这球是机会喽！哇，自己也非常懊恼，没有掌握住最后一个落点的一个牵制。刚刚想要打在边边角角的位置反而形成了出界，7-3。
哇，中下旋，这一次幸运分了。这球真的是非常的转到即使碰到网带还会反旋回去。是。发球失误，4比9。周伟煌的正手发生失误之后呢，在第2局王仁辉局点，没有问题，在第1个局点呢就顺利的收下11比4，再下1城，目前暂时2比0，处于领先的位置。好，这场比赛来到了第3局，画面上方的王仁辉呢已经是取得2局的优势。到了第3局，发球的顺序依旧回到开局是由王仁辉发球。哇，这球接回去了。对，这球有点预判错误，想说回球的高度啊，跟弹跳的系数应该是有出界的可能性哦。周伟煌发球，对，其实周伟煌在过程中也有比较可惜的是，他有时候会过于想要进攻，但是没有掌握好那最后出拍的一个拍型跟节奏，所以有时候面对王仁辉在诱导高球去迫使他想要去进攻的时候，自己确实就造成自己机会球没有掌握好的情况。刚刚是王仁辉的发球失误，对，也让周伟煌在这次比赛取得难得的优势或难得的领先哦。但是这个正拍还是打得太急了。对。应该是周伟煌的发球。这个近身让王仁辉的反手挂网。对，周伟煌在发球的时候都是往王仁辉的反拍给予的居多。其实有时候可以大胆的选择说直接往他的正手拍，或者是正手的短球去做一个配套的选择。哇，这个发球没进哦，所以王仁辉现在属于3比6的落后。对，虽然先拿了2局，把握好，其实不用太着急，慢慢的去周旋。对，这球虽然是周伟煌失误哦，但是他这次选择的模式也相当的正确，就没有说想要强求去做发力，反而是更有耐心的去多打几个回合。触网重发，对，前置正手没错，这就是前面讲到的，其实发球的落点的变化可以再更大胆一点。7比4。对，这2分发正手都非常的奏效。哇，这2分拿下来，周伟煌4分领先的王仁辉。可惜这个反手没进，5比8。哇，2分的接发球没有掌握好，似乎有点太着急了，掉到对方的节奏里面去了。结果自己的发球又发生了失误，那这时候被王仁辉将分数给追上来了。哇，没有喊暂停吗？2个发球分拿下1分。哇，但是今天对遇到这个侧旋一直接不好。对，
王仁辉把它留起来，当做是杀手锏，关键的时候适当的去运用它哦。这时候看会不会继续使用。哇，这球非常聪明，周伟煌知道说正手在回接这个旋转球的时候有点困难，所以马上用颗粒去做个旋转的抵消。啊，这个发球失误，第一个局点丢掉，还有一个。结果这个正手挂网在第3局，周伟煌啊，哇，金刀骇浪，最终还是以11-9拿下来。现在在局数上追到了1-2，领先的依旧是王仁辉。好，欢迎再回来，双方来到了第4局，由周伟煌率先的发球，吊高，还有，非常可惜哦。是王仁辉这一球弹网进了。对，在第3局的时候，周伟煌确实在发球的线路上跟自己的回击的节奏有做个明显的改变。就显得比较有耐心去周旋，多打几个回合。但是面对旋球还是要注意。1-1，吊高。哇，今天这个旋球真的发得非常犀利哦。2-2。啊，想要抢第一个弹跳点呢，可惜。对，因为毕竟是轮椅组的比赛哦，如果对方来球过高的时候，绝对不能等，一定要抓他的起跳点去回击，所以对于那个眼睛视力的精准度要求也是非常的高。是，哇，可惜周伟煌在今天的发球的把握度啊，常常会没有办法连续发进。那现在王仁辉也送分，两边都产生了发球失误。非常聪明哦！从第3局中段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周伟煌会有效的利用反拍的特性去抵消旋转。哇，非常可惜自己在往前的机会球没有掌握好，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刚刚发在反拍之后呢，想要衔接一个斜线发生了挂网。像有些观众觉得，或者是有些朋友就认为说，可以适当的把自己的轮椅的高度做高一点，是不是就有更多的进攻的机会，或者是能够更有效的掌握对方的吊高球？但是轮椅组的部分的时候，确实有限制哦。你可以最多可以垫2个坐垫，但是整个总和加起来不能超过15厘米。是，它还是有一定高度的限制。好，这个长球直接收下分数，6-7。撒网重发。持续重复落点，哇，这球接的精彩啊！这球王仁辉也是有效的去借对方来球的力道。再勾回来，没进。好球！又是抢弹跳点的反手加压8-8。
对，这局对王仁辉来说真的非常关键哦。现在面对周伟煌状态越来越好，如果到第5局真的会非常难讲哦。哇，周伟煌利用这个发球，现在分数再度反超9比8，还有一个发球。哇，这个发球又快又急，角度刁钻。那现在在第4局2个局点。这时候要把自己的节奏放慢，不能被对方发球的节奏牵着走。哦，犹豫了一下，对，结果2个发球分呢都顺利的被王仁辉给收下，在第4局双方进入到第5。发球失误就不太妙了，那这时候就变成王仁辉的赛末点了。哦，还有吗？出界，11比11。整理一下自己的节奏，再想一下发哪里。这个中路追身非常奏效，刚是2大脚突袭，这时候选择走的是中路追身。哇，还是在这个旋转上碰壁哦。对，哇，结果周伟煌在这一局拥有3个局点都被化解掉了。第4个局点。面对这个左侧旋，想一下该如何解决。对，哇，这个发球9寸线来了，哇！对，已经想要做改变了，用颗粒去抵消旋转，跳高，还有再压，哇，漂亮！哇，两边都非常的冷静沉着。但是这个发球真的是哇，真的接不到啊！拿到局点的时候，直接就是面对这个旋球都没有掌握好，真的一下无解。好球，再考验一次。好，14比15，周伟煌第6个局点。这一次拿下来了，所以在第4局，哇，双方总共打了30分才分出了胜负。那现在是由周伟煌将战局给扳平，待会要进入到决胜的第5局。好，这一场男单的 MS4 级的比赛，双方来到决胜第5局。王荣辉先下2局之后连丢2局。这个发球还是没有处理好，周伟航先丢掉2分。轮到周伟航发球，对，有耐心的多周旋击板。哇，到了第5局的时候，王仁辉正拍的选择没有像前面一样吊高球了，已经有3、4局的失利。现在在第5局正拍直接是打平击球。哇，而且很快的是连拿的5分，也逼得周伟煌喊出了暂停。对，现在喊暂停，首要面对必须要解决就是面对王仁辉这个发旋球跟发球的变的一个球种，该如何去解决跟如何化解？
好，暂停回来，那双方换边之后呢，5-0。王荣辉要持续来发球，你看看这个接发球会是关键。哦，应该是周伟煌的发球，对。这个反手加压，拿下了分数。发球直接得分8-1。哇！进攻加压，对，这个正拍的加压打得非常的凌厉啊！哇，好不容易追到了2-2，但是在第5局，那现在战况有一点一面倒了。对，开局比较可惜哦。追到了2-2之后，在第5局的开局，周伟航还是在接发球这个环节上遇到了困扰。王仁辉局点，手上掌握发球，啊，依旧是侧旋球，对，还是接喷掉啊！在第5局，最终还是由王仁辉要收下来，惊涛骇浪3-2击败了周伟煌，也顺利收下本场比赛胜利。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
好，欢迎再回到全仗运的桌球现场，紧接着为大家送上的是台南市的吴镇友跟苗栗县的吴延琪，这是在轮椅组第2级的比赛。那在第2节的比赛，对选手来讲啊，可能在整个运动的程度上面会比较辛苦，所以他们都要借助其他的工具包括固定这个球拍或者是在这个脚上跟轮椅也要做固定，因为在移动当中还是要以选手的安全作为第一考量。没错。在轮椅组的部分在膝关节以上的身体任何部位都不得有附着在椅子上的这个情形，或者就因为如果说你有附着的话，就可以让你的稳定性更提升，更得到改善。是，但是如果说你有出示医疗卡的话，你当然就是可以去进行捆绑，或者是让你的稳定性再更增加。那也是主播您提到的，也是以选手的安全性为第一优先考量。对，因为在这个第2级的部分呢，它就是在坐姿上面可能会失去平衡。第二个就是它的持拍的手臂受到部分的影响所以它必须要靠着这些额外的捆绑或者是一些辅助，让它的稳定性或者是说它的球拍的持拍的持久性能够有效的提升。对。那包括刚刚我们看到是第3级，其实第3级的话，它就是上肢的部分呢，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对，在第2级的部分，我们画面上看到就是上肢就是受到部分功能的影响所以就要借助这些捆绑来维持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个运动性。是。好，这场比赛正式开始。好，吴镇友接的位置非常的深压迫到了胡延琪，还是胡延琪的第2个发球分。跳高，好球，看准时机，把自己的手臂提高，藉由自己手腕手指的力量，把球做一个向下的加压。2-0。接发球的失误，3-0了。那吴镇友呢，在上一届的全仗运，在111年
他是获得了铜牌。这球有点勉强，想要用自己的反拍颗粒去做干扰，但是没有想到对手的落点打得非常开。在我们今天这几场的转播过程中，我们确实看到，在发球有一定优势的选手，或者是发球有一定的得分能力之外，真的在整体的胜率表现都可以明显的提高，甚至在关键想要下杀手锏的时候，都能够有效的去运用。这个发球失误啊，所以比分追平了。哇，一开始吴镇友连拿4分，但是又连丢4分。差一点点啊。对，经由上一分的教训，所以这一下胡延琪多等了一拍，还是一样在侧旋球，哇，跟上一场感觉有点相似。还有一个发球分6-5，吴镇友还是利用发球连续拿了2分啊！就是中医也提到啊，在这样的比赛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发球，对，你就能够大概有80%的这个胜率了。对，因为一人发2球的过程中，你能够稳稳的把自己的发球轮次给把握住，之后再选择破坏对方的发球权，那真的是很能够有效的提升自己的胜率。哇，这球算是一个比较巧妙、手感型的回击。哇，这样的发球还是接不住啊！首要还是放慢节奏。哇，这球非常的精彩。我们看一下，他基本上就是用小动作的方式，利用自己的手腕、手指，马上快速的变换击球的部位。好，接回去了。对，基本上打到多拍相持的回合，双方都是5-5波的，就差异性就是在于自己的发球的掌握度了。哇，好球！双方的2个发球权都把握住。好，吴镇友在第一局的末段2个发球。哇，接喷了胡延琪10-9，吴镇友有1个局点机会。哇，还是利用手指的变化顺利的利用发球分抢下了第一局，比数是11-9，吴镇友暂时1-0领先。好，这场轮椅组2级的比赛来到了第2局，由吴镇友率先来发球。哇，这球接近喽！经过与场边教练的讨论，第
第一分算是有明显奏效。哇，这球发得又快又急。1-1。哇，接得非常的巧妙，借力借旋转打到了直线的空档。哇，连续2个发球分都被吴建友给拿走了。左侧旋，哇，这2分的手腕快速的变化，确实非常有威胁性啊。对，吴镇友还是靠着变化多端的发球啊，现在是取得了优势。对，哇，加上这个正手直接大摆的加压，没有问题。1-6。吊高，太可惜了，这球出拍的时候上扬角度抓的没有准确。但是在发球部分呢，吴镇友还是把握度很高啊。哇，这球确实有效的借力借旋转。如果说旋转判断不清的时候，可能在自己回击的时候动作就不要做太大，多去借对方的旋转力道，看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个有效的反射。哇，这球想要加快自己发球的速度，去压制吴镇友的正手拍。8-4。哇，真的不好接啊！吴元琪面对吴镇友的发球，还是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但是吴镇友挥空了。5-9。哇，有效的吊高控制。在第2局的时候，吴镇友确实在自己比较灵巧性的吊高球啊，或者是一些落点的空档的控制，确实掌握的非常的出色，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也把握的非常好。好，所以我们看到在第2局啦，持续由吴镇友最终以11-5收下，在这场比赛已经是2-0领先的对手。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那在这场轮椅组第2集的赛事呢，双方来到了第3局。在一开始，吴镇友的反手还是把角度带开来，拿下了第1分。差了一点点，没过。吴镇友现在在接发球的时候，如果能够有效，就去做加压；如果想要做控制的时候，就有效适当的去做吊高。哇，这球直接在发球的选择上去做一个出其不意的突击。
一样在吊高。但是这球长了一点点没进。对，他这边使用的策略也是非常的大胆哦，想说可以借由自己2局的领先优势，在第3局可以做出更多的变化，因为毕竟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做周旋。还是持续的吊高或者放短。哇，又是做侧旋，拍面可能要再朝向左边一点。对方触球那一下的拍型如何，就要去做个模仿。就例如说，我触球那一下的时候，我拍面是朝左，那等于说你就要对应他一样，拍面就要朝左。那现在比分是3-5，过了。还有吗？可惜胡延琪这个反手没有掌握。发球失误，那分数已经稍微被拉开来了，7-3，又回到了吴镇友的发球。哇，今天吴镇友到了第3局了，整个发球的选择落点做出了很多变化。结果反倒是胡延琪自己的发球也发生了失误，但吴镇友在这场比赛已经出现了赛末点。好，发球失误之后呢，吴镇友在第3局依旧是以11-3收下，最终是3-0击败了胡延琪，也顺利的闯进到了下一轮，非常恭喜吴镇友。那这边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
棒外，男单9局预赛男主持2名进入决赛。A5 台北市萧国维 ，A 亚苗栗县黄启成 ，B1 台北市刘维凯 ，B 亚屏东县林开宏 ，C1 新北市郑仁正 ，C 亚屏东县陈志峰 ，D1 新北市谢宗颖 ，D 亚高雄市陈英水。E1台中市赖荣华，一亚南投县陈志兴 ，F1台南市侯正兴 ，F 亚桃园市赖富荣 ，G1台北市陈千珏 ，G 亚彰化县陈丽珍。恭喜进入决赛的选手，决赛签表。A1 萧国维在1号签，B1 罗维凯在14号签，其余的我们通通由电脑来抽签。抽签完毕之后，赛程图会公告在成绩栏上。围
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在今天这场轮椅组的第3集将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台中市的刘正翰对上来自云林县的黄传佑。刘正翰呢，在上一届在111年的全障运呢，是拿下了铜牌，并列的铜牌。刚刚我们提到，在这个第3集的部分呢，就是他的坐姿平衡比较不理想。另外上肢的部分呢，可能会比这个第2集来得更好一些有些是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最主要还是在这个移动上的平衡呢会比较辛苦。没错。好，比赛正式开始。好，黄传佑这个反手回击出了界外。刘正翰丢掉了第1分，目前2比1。对，黄传佑的反拍多以旋转的体现为主很多的都是试图想要把球改变成自己习惯或者是擅长的下旋球。可以看他反拍都是不断的去接触球的底部，让它产生旋转或者是产生球，把它控制在对方的往前的部分。对，还是重戳，哇，这下重心偏移了。一样是受到对方反拍颗粒的特性，造成了自己反拍回击下网，一样下网，哇，自己也非常清楚，可能面对对方颗粒来球的时候，可能要自己主动再去增加更多的弧线，发球自杀。面对比较不适应的胶皮特性还是显得比较急躁一点。是，先控制一下自己的节奏。画面上看到刘正翰过去也是这个帕拉桌球的国手。对，那他今年看一下年纪应该是65岁左右。已经超过65岁了。那他的这个故事非常的励志他将近50岁才开始念大学。对，50岁才对，48岁才开始念大学，所以
好像就是一直在吸收，一直在学习啊，不管是在运动或者他个人啊对于知识的这种追求渴望，对。那他是在民国90年当选了这个帕拉桌球的国手，也曾经在这个94年的马来西亚亚洲杯的团体赛拿下过亚军。那在95年是获了个人的第4名所以在第一局最终是刘正翰是1-4收下，暂时1-0领先。还是重新捆绑一下自己手上的绷带。是。在第一局的回合过程中，我们看到刘正翰打得还是非常有耐心基本上是多以稳定的出手，并且是耐心的周旋，提高自己的命中率。基本上很少主动进攻，都是以命中率为主，是去耗尽对手的耐心，去诱导对手的非错不性失误为主。对，我看刘正翰真的每球都接得非常的稳定对，变成这个传友好像在跟一道墙在打一样，打稳，然后打命中率，去诱导对方失误，是他的打法特点。哇，这球见高了，这非常出色，前后的调动，改变节奏，改变时间差，又甚至把对手诱到了往前的部分。再次尝试侧旋，哇，一个 lucky ball，对，弹网进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黄传佑还是想要利用速度或力量，要来这个干扰刘正翰，但是这个刘正翰真的不为所动，对，那接得非常好。传右发球，哇，这球非常出色。这也是在第一局我们看到的黄传佑，他有时候会选择去接触球的底部，去抵消来球旋转、来球速度之后，甚至把对方诱导来往前。面对刘正翰，必须要更有耐心一点。真的。哇，这球非常漂亮不但点到，而且还把角度给带开来。对，可以仿效这球的整体的作风方式去作战一个配合啊。既然在定点的重复落点没有办法有效的得分，那就让他去移动，是打他的 open court， 打他的空档。这球中路追身，
这一个反手啊，挡得非常的精彩，角度带开来。目前在第2局8-5。对，今天刘正汉基本上都是以借力为主，去把球以稳定性的方式去做一个呈现。刚刚王传佑的发球失误，在第2局刘正汉又来到了局点，目前5-10。又开始了夺拍相持，对，又是刘正汉的得分，没错，真的打不穿了。在第2局，刘正汉再收下来，目前是2-0，领先了黄传佑。好，来看第3局，王传佑拿下了第1分。对，看透过前面2局的过程哦，在跟教练讨论后，王传佑会如何面对稳如泰山的刘正汉的打法？真的是稳如泰山啊！不但是像泰山一样也像一道长城。对，但是前面看来，黄传佑是想要透过自己力量上的优势去做一个突破跟压制，可是前面2局就还是不奏效，看会不会能够及时的以弱点的攻击，或者是以调动的方式去做一个突破。对，你看不断的给反拍位，刘正汉还能稳啊，只有少数会像这分一样会失分之外，还是要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去做一些配合，才比较容易。对，这个发球做出了改变哦。哇，好球！还是要把角度给打开来啊。对，这2分的进攻都是往刘正汉的正手去做个压制。确实啊，看到刘正汉他的位置如果正手短，是一个比较大的空档。没错。到正手，哇，吸短球没有成功。虽然你看到正手短是一个空档，但是要有办法打到那个位置。对，也是一个。算是也是一个困难度哦。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他的破绽，是他的一个不错的突破口，但是你要如何诱导，甚至有效的、高效的命中到那个地方，也是一门学问。对。目前7-4，刘正汉在发。基本上你加压对他没用。对。走正手位，其实就尽量避免重复落的点，只要第1分或第2分有机会可以往他的正手去打的话，那就来往他正手去做一个牵制。不过这个刘正汉老神在在，对，真的很稳定，而且也没有多余的动作。对，哇，这一球刚刚在他的身边勾回来，好球，还造成了黄传佑的挂网。只能说他的打法老神杠啊。对，
干净利落，又老神在在。哇，你看这球又回挡回来，哇，要换手，没有办法，够不到。没有问题，刘振汉啊，在第3局，最终还是以11-6收下3-0的比数呢，击败了对手，同时也获得晋级的机会。非常恭喜刘振汉在今年的全场比表现依旧是相当的精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
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那紧接着为大家送上的是女子组在战力级的第7集是由吕瑞娇对上的是李淑敏。那这是双北大战那吕瑞娇是来自新北市，李淑敏来自台北市。那吕瑞娇呢，同时也是在上一届111年的全国身心障碍的运动会是获得了铜牌。那在战力组的第7集的部分一般的分级的大致的状态就是他的腿部会有严重的障碍，另外可能这个持拍的手臂也有中度以上的一个状况这是在这个分级的部分在7级大致可以看出来的一个形态。所以我们看到2位选手，其实他们都需要辅具来帮忙。好，练习完毕，比赛正式开始。好，擦网重发。这一球被李淑敏带开来，打向了反手长球，2-0。今天这场比赛，双方采用的风格都是先以稳定性为主尤其是李淑敏，她是擅长用自己的颗粒的性质，不断的去做落点上的控制。哇，又想在控在非常长的死角但是这一球出界了，1-3。哇，他这球侧滑了一下，改变了击球的旋转。这个弹过去还有，但是李淑敏最后是回击出了界外。幸运分，擦网进。用背面发球。这个接发球想要带开来，但是直接出了界外。对，吕瑞娇在发球落点上还是不断的再去做尝试想说看一下有什么方位才能够有效的去做进攻。果然这2个发球的落点完全不同但是都收到了效果。发球冒高，吕瑞娇第一时间没有掌握住，但是到后面也是找到进攻的机会了。对，一左一右带开来吕瑞娇现在是反倒1分超前了，5-6。我们看到李淑敏其实也想要一左一右不断的调动，但是很可惜，最后自己发生了挂网。
亚军台北市潘志佑，恭喜这2位选手，请到颁奖台前，我们准备要颁奖。哇，李淑敏这球啊，给到了左半边底角的位置，7比7。先牵制反手位，给中路追身，然后在左半台的部分小范围的去做牵制跟移动，但最后一下自己没有掌握好。哇，连续2分自己的发球权没有把握住。对，那反倒是吕瑞佳来到了9比7，那接着是自己的2个发球。急了，对，没打好。对，今天双方在自己反拍面对高球这个部分哦，都显得还是有些着急。也许是在第一局的关系，还没有说把自己手上的感觉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所以打下去或者是发力的同时，还是有点怕怕的，没有办法很果断的去做加压。啊！结果这个正手挂网，李淑敏拿了3分，同时拥有了1个局点。哇！两边在第一局就杀进到了 deuce。啊！这个发球失误。对。在这个时候发球失误，真的算是个致命伤哦，就看他如何挽救。哇，真的是那个失误造成第一局的伤害。对，那最后是由李淑敏12比10先收下第一局，目前暂时1比0领先。现在颁发女子单打2到3级的奖项，请陈校长担任颁奖人。好，欢迎来看这一场战力第7级的比赛。在第一局啊，双方杀进到 deuce， 最终是由李淑敏12比10率先抢下。吕瑞娇在第二局一开始先拿下对手的2个发球分。在第一局的后半段，真的是在最后 deuce 大战过程中发球自杀，形成了他第一局的失利哦。跟教练沟通完1分钟的指导结束回来，看一下能否让自己的状态快速的回到他自己平时该有的身手。好球，在第一局显得比较着急的反拍的制胜分，在这分的时候看到已经有明显有效的调整。恭喜2位选手，谢谢陈校长。好，目前比分1比4。啊，最后被李淑敏啊稍微带开来，这个反手还是可惜了。4比2。对，其实李淑敏在回击的时候给的落点都非常的深哦。对，你看就会让吕瑞娇有时候会回球的时候有点受到压迫的感觉。对，包括这一个正手的机会球，
瑞交也没有把握，那现在被追到了4-4了。火球这球判断出旋转，马上做个正拍的平击球加压。对，突袭正手位，在发球的落点选择上还是不断的做改变，让李淑敏没有办法有效的站定位后去做处理，去破坏掉他的注意力。对，这球不转的旋转判断错误。好，那现在比分是5-7。成绩报告：男单3级预赛美主好，李淑敏的挂网。进入决赛。另外，台中市啊，可惜这个接发球直接出界，所以还是维持2分的差距。一亚台中市殷建平，西冠台中市刘正范，西亚台东县林天福，一冠台南市陈泰安，一亚9-6，李瑞娇还有一个发球分。选手，我们会由电脑抽签，抽完签之后。对，在第二局吕瑞娇更多的是使用左右的调动，让李淑敏在左右的回合过程中，必须要透过不断的转换，才可以有效的回击。对，那这一球还是同样的战术，一左一右啊，让李淑敏没有办法回应，所以双方各拿一局，目前形成了1-1。好，前2局战成1-1的平手，来看第3局，由吕瑞娇率先的发球。面对吕瑞娇战术的改变，左右的调动居多，就现在看第3局李淑敏该如何去做破解，或者是化解对方这个目的的执行。哇，双方还是不断左右调动。对，因为双方的反拍都是长颗粒的特性，所以等于说它的一定有一定的规律，说上旋过去回来就变下旋，旋转相反。但当现在双方的反拍都是以抵消旋转为主的过程中，那个旋转就真的更凌乱了，只能看对方的来球的特性，或者是快速的判断来球的旋转，去做一个手法的回击。这时候就真的是考验手感跟经验。李淑敏在第3局一开赛呢是连拿了4分哦，那一左一右的一个调动啊，现在看来蛮有效的。那当然吕瑞娇也想要如法炮制啊，不过因为失误比较多的关系，所以现在反而是陷入到0-5的落后。哇，连丢6分啊！
撒网重发，反手底线。哇，今天双方在第3局就是比看谁落点打得更开。5拍相持，最后一个有点算是半 lucky ball。6-1。哇，这落点非常成功。第3局吕队教的非受迫性失误还是比较多的，机会了啊！哇，这一球刚好对过网啊，也算是一个 lucky ball， 对，一个不规则的回击，但是刚好过网。接下来整个气势确实已经在李淑敏身上喽，稍微拉开来了，9-7、9-2。啊，10-2，那这样在第3局，李淑敏拥有8个局点。好，连拿2分回来。结果这个正手还是没过，最终在第3局由李淑敏11-4收下。目前3局打完，李淑敏暂时2-1领先吕瑞娇。好，来看第4局，在局数上面啊，由画面上我们看到下方身穿红色球衣的李淑敏啊，暂时2-1领先的吕瑞娇。结果在第2局一开赛，吕瑞娇先拿下对方的2个发球分，目前2-0。哇，重心被破坏掉了，这就确实没办法。哇，在第3局的时候看到吕瑞娇有点算是失常的表现哦。我看一下如何透过自身的经验，能够快速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因为李淑敏她的打法就是非常的稳健，用自己的颗粒不断的利用透过对方来球的旋转跟力道，非常有耐心的一下一下去控制到对方比较不擅长的落点。但是吕瑞娇这边在第3局显得就是比较想要强行去进攻，然后间接的就会造成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是哇，刚刚李淑敏想要投一个长球啊，也发生了发球挂网，所以双方在第4局目前3-3。因为李淑敏她的持球胶皮的特性，她基本上鲜少主动进攻，所以对手鲜少主动进攻是以防守为主的同时，那自己就要有耐心一点了。
瑞交2分的领先。对，那李书明是连丢了3分哦。连丢4分。双副落点攻击正手位，连续2拍的正手之后，最后一个调动到对方的重心以后，回到了反拍。啊，可惜吕瑞交这个反手角度太大，出了界外。这球拍型没有做好，仰角太大，所以接触到球的底部太多，就形成了出界。哇，吕瑞交刚刚也对自己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好球，正拍直线加压，我相信这分的加压成功会让他的进攻更有信心哦。因为前面有几个进攻的选择都是直接失误比较多。哇 ，Lucky Ball！ 对，谈到了台边，那现在双方2分差距7比9。哇，出界之后剩下1分差了，还是李淑敏的发球8比9。正手加压，哇，打到了网袋边没过，可惜吕瑞交的攻击机会，但是失误了，9比9。喊暂停。前一次正手可以抓到直线加压这个机会是有把握住的哦，在这个时候也一样选择有机会去做加压的同时，但是造成自己的失误。在面对对方的追分同时，有这个现象产生，必须要尽快喊出暂停。当然在第4局剩下最后2分了，就看看是李淑敏能够终结比赛，还是吕瑞交能够延长到决胜第5局。暂停回来，吕瑞交的发球9比9。哇！结果这一球挂网出现的是赛末点。追平，对，追拍正拍在加转的时候，确实旋转有效的去做个加成。撒网重发，哇，这球打得非常的深。看李淑敏虽然没有很凶，但是打点打得很精确。对，他都是以控制点来形成对手的失误。对，好，第2个赛末点。李淑敏，哇，化解了2个赛末点，吕瑞交。出界，
化解2个赛末点，现在他拥有局点了，而且是他的发球。这个机会球反手的加压成功，是3-11，惊涛骇浪，双方4局打完2-2平手。结果在第5局的第1分呢，是由李淑明给掌握。这球旋转判断错误，因为上旋球的过去，对方来球的时候变下旋。那起板的话，可能要注意弧线跟摩擦。这也回得够深了。2-1。哇，这球慢半拍，想说多等一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来球旋转系数够强，直接往下坠。发球失误对于约教来讲比较可惜。4-2。哇，幸运分，擦网进啊！5-2。双方要换边。这局胜局到5分了，要换边。对。如果论成绩来讲的话，吕瑞娇确实比较有压力的因为他是对这个2年前的这个铜牌。对，一方面想要维持自己的最佳成绩，或者是想要再更进一步的突破，所以等于说在过程中显得还是比较有压力负担的。好，现在是2-6。反倒是李淑敏的机会球打丢。这球在扣杀的时候起手是太低，所以等于说是从球体的下部去把它翻过去的，就容易形成出界。节奏确实不太对哦。面对这种决胜局落后情形，还是显得比较着急一点。哇，连续2个都是旋转的判断失误。哇，自己也知道今天状况不太理想，也摇摇头去做一下或者是挥空拍的调整。5分差来到决胜局，先追回1分。
在非常边缘的位置，再拿1分之后呢，吕瑞娇连追了3分回来，双方剩下2分差，所以场边同样喊出了战平。没错，因为面对上一局拥有2个赛点的同时没有把握住哦，在过程中也确实我们也看到吕瑞娇她在落后的情形还是有非常惊人的意志力，甚至有非常惊人的耐心，可以慢慢的去跟对手周旋。从最多5分的落后，那现在剩下2分了，在第5局。好，暂停回来，2分差的比赛。擦网重发。哇，发球自杀，对，可惜了。那现在剩下1分差了。还是擦网。对，从第1分发球的时候就感觉出来，面对对手不断追分的这个压力哦，自己可能心态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最后最多领先5分，到现在落后1分。吕瑞娇在第5局一开始是落居下风现在是9比8，1分反超。哇，连续2分直接发球得分。哇，那刚刚在第4局2个赛末点拿不下来的李淑敏，现在也要面临赛末点的压力了，而且吕瑞娇同样也有2个机会。10比9哦。哇，一边化解1个，一边化解2个，9比10。这球进了，所以同样也是化解2个赛末点。李淑敏，哇，今天在转播桌当中最激烈的一场比赛了。哇，加压极限完，下一拍瞄准了斜线对角，第3个赛末点。在第3个赛末点，吕瑞娇把握住了，最终在决胜局以12比10收下。那这场比赛在一度面临对手的2个赛末点情况之下呢，他挺住压力，最终在第5局一开始落后5分的情况之下，还是以12比10收下，最终3比2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吕瑞娇。那这边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今天最后一场冠军赛的现场。
以5位接你的选手竞赛大会。好，欢迎再回到在今年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现场，在今天的压轴，这是新北市德比苏敬贤跟林俊挺。他们也是在上一届在这个战力组的10级的金牌战呢分出了胜负，当时是由苏敬贤拿下了金牌，林俊挺获得了银牌。那两位选手呢，其实在去年的亚帕运都代表台湾前往杭州去参赛，那都获得了铜牌，都是在这个战力第10级的部分呢是获得铜牌。比较可惜的是，原本以为两位选手都会在金牌战会师，但是最终呢是并列了铜牌。但是林俊挺呢，除了获得单打铜牌之外呢，他跟林子宇在混双的项目搭配是获得了金牌，所以在去年的亚帕运呢，林俊挺是获得了1金1铜。那在苏敬贤的部分呢，是获得了单打的铜牌。哇，所以这场比赛大家看到的不只是这个2年1度的全国最高水准的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同时这也是亚洲顶级的水准啊。没错，等于说今天我们现在这个转播是转播到他们在第10级亚洲顶尖水准男子选手的较量了，真的。这一排金牌战呢，就堪称是亚运等级的，没错，奖牌战。像林俊廷反手是短颗粒的使用方式，苏敬贤则是反手平面。
两个不同的持拍手，持拍也是不同的使用胶皮的种类，那就等于说苏敬贤比较体现的是说，在他的速度旋转以及他自己反拍的优势。林俊廷的话，可能就会体现在他反拍撞击的一个弹击的落点控制上，去做一个突破的威胁性。好，这场比赛正式开始，西北大战。来看苏敬贤的发球，对，一个摆短完，诱导出下一拍正手的进攻没有把握住。反过来用颗粒去做一个抵消旋转的弹击。好冒高，对，前面是用摩擦的方式，马上做修正，直接用扣杀的。林俊廷再发一个。哦，这球真的反手拧拉的位置非常刁钻，甚至动作也给对方给骗到了。哦，有假动作，最后是走直线的。对。北是张晴慧，恭喜进入决赛的选手。哦，反手出界，现在形成了3-2，还是苏敬贤的发球。侧下旋。哇，好球！这个侧身压车啊，直接走直线。哦，来回过程当中有一个擦网进的。对，其实双方也真的算是非常熟识哦，所以在第一局就完全不用试探，就直接把自己的武器就直接展现出来。目前6-3，苏敬贤领先。侧上。啊，接发球直接喷掉。用旋转的变化，主要是盯住林俊廷的正手挥短球，去考验他对于他旋转判断的能力。4-7，林俊廷的发球，不赚的，想要摆啊，但是直接出界了。火球锁定直线之后，马上转正拍。对，就像我们前面提的，因为林俊廷反手是短颗粒，所以等于说短颗粒的话没有办法主动制造旋转，或没有办法像平面一样马上的透过加速的摩擦去制造威胁。所以你看苏敬贤，基本上在短球上的处理方式都是瞄准林俊廷的反拍去做一个加压，去压制他的反拍。对，还是反手位。对，哇，这个长球还是收到了效果。目前形成的9-7，苏敬贤2个发球分。每个选手正在大会。继续考验林俊廷正手短球接发球的能力哦。对，现在逼出了3个局点啊，在第一局。哇，挑打之后的衔接啊，反而形成了出界。8-10，林俊廷的发球。好球，反手领之后衔接正手的加压，最终是由苏敬贤11-8收下第一局，目前暂时1-0领先的林俊廷。
这一场战力组10级的金牌战来到第2局。这球苏敬贤慢戳一板，以慢戳的方式想要说降低林俊廷回击的节奏，进行一个反拉的补板。发球自杀，又来到了苏敬贤发球，来考验林俊廷的正手接发球能力。林俊廷这边还是要设法去让自己反拍的速度去加上去哦，打出他颗粒快速度的特点。哇，这个正手短了，面对苏敬贤的发球，林俊廷还是没有办法找到破解的方法。到目前为止2比2。爆高了，球发一个长的突袭之后，锁定中路追身进攻。哦，这个时候反而选择改变发球，没有再发一个去做尝试。其实刚刚用正手发已经有明显奏效哦，正常来说可以再尝试一个看看。哦，这球进了，还有，再拉一个，结果我们看到苏敬贤啊，非常的专注哦。现在反倒是4比3领先。侧上，哇，这球确实在进攻的过程中还有带点假动作，代表说他在出手同时有在观察林俊廷的站位。其实林俊廷现在可以试着把战术打得简单单纯一点，不用说变得这么快。这2分发球权有效的掌握住。双方在第2局目前5比5啊，顶尖的对决非常精彩。这个挑打还是压制到了林俊廷。双方在第2局前面12分打完6比6。慢戳一板，掌握住了，连续进攻。下一分，苏敬贤接发球可能会做改变，也有可能过来去做拧拉。真的来了！哇，这一球打到了板边了，喷掉。2个发球分，林俊廷都把握住了，目前6比8。在这一局确实中段以后，林俊廷在反拍颗粒的特性就运用的比较灵活，去抵消旋转，降低速度。机会了，林俊掌握住。苏敬贤这一球啊，反而没有拉进台。过往之后呢，林俊廷来到了10比6，在第2局拥有4个局点。好，这个发球啊，直接收下了分数，同时也拿下了第2局。双方目前战成了1比1平手。双方来到第3局，前面2局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接发球的失误1比0。长球突袭，
哇，这球被林俊廷抓到了。双方苏敬贤打大球回去，刚好被挡回来啊。双方真的非常熟识哦，只要基本上出手的那一刻，基本上大概率会到哪个方向都可以预判到。林俊廷现在在近台都是用小动作撞击的方式哦去打点，尽量避免跟苏敬贤打前3板的大开大合。啊，但是林俊廷这个正拍也打坏了，2-2。林俊廷这边虽然失误，但是策略是正确的哦，还是用反拍特性去锁住苏敬贤的反拍位，多走直线。啊 ，Lucky Ball！ 在第3局目前2-4，林俊廷的发球。对，这球预判错误。那时候想说，透过右侧旋发完之后，可以诱导出自己侧身的机会，但想要侧身的同时，又犹豫了一拍，发长球牵制。伯仲之间的较量，就看谁能够在技战术的执行面能够更大胆，并且你找到明确的方针。哇，这一球啊，确实我们看到两边的攻防啊，就如同钟毅提到，太熟了。对，你怎么打，我好像都知道你的弱点会在哪边。没错。啊，吃了8球啊，目前3-7。哇，在前面2局，林俊廷在用颗粒去锁定苏敬贤的反拍这个直线位置哦，在第2局非常奏效。哇，第3局的时候有点失灵了哦，而且还被带开来。那这一球挂网之后呢，苏敬贤已经稍微拉开比分，目前9-3。哇，又是接发球出了界外，在第3局10-3，苏敬贤7个局点。哇，找到一个起跳点，透过发球也预判到对方的来球线路。好，要转换成正拍啊，但是发生了挂网失误，所以苏敬贤在10-3领先的情况之下，连丢了3分。哇，这个条打又过长，能丢4分喽。哦，还有一个自己发球的发球轮次，调整一下节奏，继续考验林俊廷的正手短。哇，完全在林俊廷的计算当中啊，那轻轻的回挡之后呢，要造成苏敬贤的挂网，所以从3-10落后情况之下，一口气连拿了5分。那林俊廷现在有2个发球分了。连拿6分。哇，很敢打，林俊廷10-10，从原本的3-10，现在一口气连拿7分。哦，弹网差一点点近啊！发完之后，还是借由自己重心的让位哦，即使感觉被压迫到了，但还是强行的去进攻到林俊廷的中路追身。苏敬贤的第8个局点，发长的，哇，还是想发长的去做搏杀。
对，但是被苏敬贤给逮到机会，最后林俊廷的出界在第8个局点，苏敬贤惊涛骇浪收下。目前3局打完，苏敬贤2-1领先了林俊廷。好，这一场金牌战的巅峰对决，双方来到第4局。那对林俊廷来讲比较可惜啊，化解对手7个局点，第8个守不住。好，18球。改变发球旋转，对林俊廷正手今天真的非常敢拼哦。那如果说命中率再让他提高的话，那真的很可怕。苏敬贤这边改变了发球的旋转，以勾手发球，想走球的左侧避开旋转，并且攻击直线。可惜林俊廷出了界外，目前1-3。这也是在上一局的中段开始，林俊廷会采用的策略，就是会不断的时不时就以长球突袭限制林俊廷的进攻节奏，直接在近台做个加压，用是从不落点，没错。锁住了苏敬贤的反手啊，在上旋球方面就锁住苏敬贤的反拍，然后发球方面的话，就是以发球发长的去做压制，只要苏敬贤速度一慢下来，就在近台直接做扣杀跟弹击。哇，好球！哇，这整个从发球的第一动开始呢，就掌握先机了。右帽高，台内的调打没有问题。所以苏敬贤成功了利用2次的发球创造出的机会都把握住了，目前来到了3-5，回到林俊廷的发球。慢戳一板，往前贴，再拉，但是打到了台边。对，这球想上去拧拉，但是还缺半步哦，就等于说在运用的同时，还是有些犹豫。5-5了。他侧上旋了，诱导出来了。苏敬贤面对林俊廷的冒高球都有把握住。拉上台也造成了林俊廷的反手挂网。对，这球苏敬贤在出拍的最后一下，有效的还是透过自己脚下2次调节。即使时间点慢了，但是还是靠着自己重心跟手上感觉，把弧线旋转加上去。目前5-8。近台扣杀，想走直线。但面对苏敬贤摩擦来球的弧线有刻意压低，所以想要硬拍去攻击直线的时候也比较困难。对于林俊廷来讲，他没有退路了，已经是在局数上1-2的落后，在第4局，目前还有3分要追赶。
这个反拍出界之后，来到了6-10，那是苏庆贤的金牌点。还有空间，3个金牌点。发长的结果直接被逮到一个直线，所以非常恭喜苏庆贤在这一场战力第10级的金牌战呢，最终是以3-1击败了林俊廷，也连续2届在这个全障运的都获得了金牌啊。当然对于林俊廷来讲啊，2位选手啊，其实都是亚洲最顶尖的男子桌球好手啊，包括在去年的亚帕运，2位选手都帮台湾在男子单打的部分呢都获得了铜牌。另外在林俊廷的部分跟林姿玉他们的混双也帮台湾在去年的杭州亚帕运呢是获得了金牌啊。所以2位选手的巅峰对决确实带来了今天的压轴好戏。我想整个内容当中啊，观众朋友是看得非常的过瘾啊。当然在今天呢，我们在这个5月16号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全障运的桌球转播呢，刚刚的这个第10级的战力组的金牌呢也告一段落，同时在今天的转播呢也到此来到了尾声了。当然从明天呢5月17号的中午12点，我们持续在南投国中为大家带来直播服务，也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 YouTube 频道。那今天的转播工作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李敏静，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王李忠义，以及台亚卫星的直播团队，祝您顺心，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